想不到我死后成为僵尸，还有机会坐在这龙椅之上。这一切可都得感谢你啊，我的太后娘娘。我叫叶天，原本是大有国镇国大将军之子，代父从军，打退蛮夷入侵。叶天私通蛮夷，证据确凿，来人，拿下他！因功高震首，我被小皇帝陷害，赐下毒酒，饮鸩而亡。叶天，我要永远陪着你，生生世世。太后娘娘，皇上说宫里进了刺客，要亲自带人进寝宫搜查，前殿的守卫快挡不住了。搜刺客是假，来探哀家的底是真。魏九，开启杀阵，除了哀家，任何人踏入半步，格杀勿论。遵命。你安心吸收地气，我去打发了不知死活的小皇帝，再来陪你。狗皇帝竟然陷害我，还派人在酒里下毒，这是死了吗？这是在棺材里。神级主宰系统已激活，僵尸系统，请宿主尽快摄取精血。现在躺在棺材里不能动，你让我上哪给你找精血去啊？丁，检测到新鲜精血。玄阶5掌，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啊！只有1刻钟时间，带走叶天的人头，跳！真是那个被皇上赐死的世子叶天，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哼，不过是炼化初期的战士，关节锁还没开。老二，拿灭魂钉钉死他的神识。嘿，钉个死物，我最拿手。想钉死我，失控技能启动。丁，失控技能已激活。老大，我的手不听使唤了，他中邪了。想不到这叶天变成僵尸后，还能有如此手段。等了这么久，系统给我摄取气血中，关节解锁成功。不可能，黑铁战士怎么可能开了灵智？兄弟们别乱，去镇尸府一起结阵，用纯阳气耗死他！急急如律令，去！急急如律令，去！纯阳气，就这种程度的，连老子的皮都守不住。正好试试刚拿到的爆发力。这师傅阵被他一声吼破了，快用锁石铁链给我锁住他的琵琶骨！身体活动够了，给我破！进阶。宿主成功硬化为青铜战尸。拉住了，他没法动。这是铜甲尸，不，这是比银甲尸还要硬的怪物！快逃命啊！太后请客，你们这就走，不太礼貌。掌控生死的感觉真是太爽了，我不做人了。萧清寒，等我出去，这份养尸之恩，我一定加倍还给你。这副身体，终于不再像根烂木头一样死沉了。系统，刚才吸食的那几个，给我转化了多少道？当前等级青铜战尸。难怪，这地宫竟然建在皇宫的龙脉交汇处，也就是龙眼。萧清寒把我放在龙眼上滋养，是想借国运强行把我续命。这女人的野心，恐怕比这龙气还要沉重。魏九，哀家离开这片刻，为何安隐卫的防线退到了北甬道？那2具干尸是怎么回事？回太后，刺客是从旧排水渠潜入的，安隐卫清理战场时疏忽了。开棺，哀家要亲自确认。哀家。太后，叶大人他在1个时辰内完成了2次进化，这种炼化速度简直闻所未闻。不够，区白家还不足以帮哀家镇住那些乱臣贼子。魏九去死牢里提几个杀人犯过，放血喂尸。太后，频繁失活人血会导致湿性暴虐，万一他开了灵智血符管照，这地宫就成了凶穴了。哀家已经等不了了。小皇帝今天在朝会上公然要封他那个已经死透了的母妃为圣母皇太后，他在等羽翼丰满，想要夺了哀家的权，把哀家封进冷宫。你是哀家最快的刀，你快些活过来。太后之所以炼武士，是想给自己养一只最锋利的爪爪。那血符能镇住白江吗？这是天师府传下来的血咒，只要他还没到飞江境界，就必须受符咒驱使。好，明日起地宫守卫增加1倍，任何靠近慈宁宫后院的生物直接处死。叶天，别让哀家等太久。天师府的符咒，系统给我加速吸血龙脉之力。天师府的符咒，系统给我加速吸血龙脉之力。天师府的血符，萧清寒，你想用这破纸拴住我？有了这龙脉的加持，我体内的气流已经开始旋凝结了。系统说这是在凝聚僵尸内丹，
只要内丹成型，这区区符咒算什么东西？5个活人的心跳声，一女4男，呼吸浮躁，步伐不稳，不是萧清寒的暗影会。皇兄没说错，那妖后天天往这偏僻宫殿钻，果然有猫腻。他难道想在这儿独掌大权不成？这里阴气极重，太邪门了。若是被太后发现，咱们只怕会被灭口，还是速速离开为妙。废物怕什么？本宫是长公主，当今圣上的亲妹妹，那老妖婆能奈我何？哟，万年金丝楠木打造的黑棺，这老妖婆难道是在给自提前准备棺材？咦，这上面怎么还贴着鬼画符？殿下别动，那是镇邪符，里面肯定封着大凶之物。镇邪，本宫偏要看看这老妖婆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去把棺材给我打开。男人，这老妖婆居然在地下私藏男人。殿下，这不是活人，这是一具尸化的僵尸啊！这五官怎么看着这么眼熟？是那个7天前被皇上赐死的大将军之子叶天。殿下快逃，这是炼化成型的白僵。急什么？他死了7天，就算变成了僵尸，现在不是也一动不动吗？这死人的肉还挺结实。咦，他喉咙这块鼓鼓囊囊的，含了什么珠子？吐出来给本宫瞧瞧。你自己把镇尸符撕了，还主动送上门来，老子就不客气了。检测到皇族血脉，失控技能语气8。这女人的血竟然是甜的！殿下，皇族处子精血蕴含的能量，比之前那些玄阶刺客还要纯粹10倍，太爽了！快，一起动手剁了这怪物！想动我的口令？有尸毒！大哥，老三，咱们一起上！失控，目标转移。老三，你干什么？起开！你疯了！目标转移。老三，你干什么？起开！你疯了！有擅闯禁地者，杀无赦！宿主面临进化抉择：1. 吸干长公主；2. 转化人形。吸干了这么少的次，留着这个长公主当血库，以后每天都有新鲜的极品口粮。这笔买卖傻子都知道你怎么选。丁，已彻底掌握目标生物。闭嘴，吵死进化成功，当前形态绿章阶层，获得神通呼风唤雨。虽然突破绿芒，但这具身体最大的死穴还在。现在的我依旧畏惧阳光，只有继续进化，突破桎梏，达到长出魔身的毛掌级别，我才能光明正盛的走在阳光底下。太后娘娘，长公主失踪了，她带去的4个亲卫死在地宫门外，老奴已将尸体处理。失踪？那丫头仗着小皇帝的事，跑到哀家这里撒野。叶天那边可有异议？回太后，叶大人似乎并未受惊，只是备驾，哀家要去地宫。绿色的灵纹，慧九，怎么回事？太后娘娘，叶大人不仅跨过了白江门槛，更是直接进化到了绿江天层，这等同于白银战师。叶天，你果然没让哀家失望。这女人的手。丁，检测到宿主与萧清寒之间存在本命血迹。血迹羁绊，原来他不仅用了龙脉，还吸出了自己的心头血。血迹羁绊，原来他不仅用了龙脉，还吸出了自己的心头血。快点醒过来，等你成了行尸，哀家便将你带在身边。这后宫，哀家不想一个人守着。拿我当后宫的消息，等我出关，谁是主谁是仆，由不得。长公主殿下，看见你的后妈对着一具尸体吐露心声，刺激吗？这丫头失血过多，要是血库饿死了，上哪儿去找这么纯正的龙脉精血？
去供桌上拿烧鸡，吃下去。停下，快停下！吃饱了才有戏，多吃点。没有声响，避开了3重杀阵，是个高手。竟敢在龙脉之上养尸！危险警告！8级道士出现，宿主面临进化抉择：1. 强行出宫；2. 躺尸隐忍。刚到丽江，出去就是送死，选2。获得神通引雷诀。救我！不是救我！救我！不是救我！长公主殿下，微臣救驾来迟。杀了他！快杀了那只僵尸！殿下放心，微臣今日定将这妖孽挫骨扬灰。3昧真火，焚尽妖铁，去！将士的克星，3昧真火。宿主面临生死抉择：1. 引雷对抗；2. 置于死地。选2。获得神通吞灵吐纳。这绿蟒也敢在老夫的真火面前猖狂！这火不仅烧不死我，反而把内丹淬炼得更精纯。啊！他在借助真火进化，化作红毛魔将。老夫跟你拼了！该我了。吞灵吐纳，发动！我的血！忘了这丫头还在，我这身衣服早就在雷火里烧没了。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通过尸毒的感应，这丫头竟然有一丝兴奋。皇室的女人脑子里都在想什么？忘了这丫头还在，我这身衣服早就在雷火里烧没了。虽然看不见她的脸，但通过尸毒的感应，这丫头竟然有一丝兴奋。皇室的女人脑子里都在想什么？有人来了，脚步沉重整齐，是禁卫军。过来。怎么回事？这里怎么像被雷劈过一样？统领，地上有铜钱。81枚，这是高阶道士用的铜钱剑，看来有顶尖高手闯进来了。难道是冲着那口棺材来的？不该问的别问，把这里收拾干净，马上撤出去。这丫头的心跳越来越快，刚才被雷火波及，我也需要补充些高级能量。蕴含龙气的皇族精血，简直是甘霖。警告：目标生命体征下降，继续吸食将导致目标死亡。只能吸这么多，算命大。皇族精血的能量太庞大了，暂天要炸了。丁，恭喜宿主成功凝聚僵尸内丹。终于聚丹了，有了它，我修炼的速度将一日千里。魏九，禁卫军说地宫有异动，还有高阶道士的痕迹，快看看叶天有没有事。好。怎么回事？好强的吸力！这红色虚影是什么东西？恭喜太后娘娘啊！喜从何来？叶大人，他竟然直接跨越了瓶颈，蜕变成传说中的红毛魔将。魔将，这么说他已经彻底炼化成功了。回太后，只要叶大人愿意，他现在随时可以破关而出。很好，叶天，哀家的天下就指望你了。魏九，你先退下。老奴遵命。叶天，你终于快要回来了。等你彻底大成，便陪在哀家身边，这辈子都不要离开，好不好？这女人的手指
不仅惹，还带着一股极淡的处子余香。权倾朝野祸乱后宫的太后，竟然还是个处子，这可真是大燕王朝最大的笑话。处子之喜，真想现在就咬上一口。但他毕竟是把我复活的恩人，而且外面的局势还需要他来掌控，暂且忍忍。叶天，你能感觉到哀家，对不对？没关系，哀家会一直等你。哀家等你君临天下的那一天。这份情谊还真是沉重啊！谁在那里？出来！魏九，把人给哀家揪出来！长公主殿下，是你！别杀我，我什么都没看见。谁让你来这里的？你是想替小皇帝来探哀家的底？我就是不小心迷路了，而且我还被你的僵尸咬了，我是受害者。迷路，带着4个带刀侍卫迷路到地宫了。他咬了你几次两次。2次。看来叶天的神识已经极高，知道控制时语。他这是把长公主当成了长期的血库。既然他喜欢你的血，哀家就留你一条剑。你不杀我，从今天起，你就留在这地宫里。你的命现在只属于派人送些大补的膳食进来，别让他死，饿坏了叶大人。老奴遵旨。这女人倒是通透，留着这丫头当血库，确实省心不少。这丫头倒是适应的挺快，好强的压迫感，比之前那个霸气道士强了10倍不止。别吃了，给我进来！闭嘴！又喊角色来了。可我还没有吃饱啊。好一处千古绝佳的聚阴养尸地。好一处千古绝佳的聚阴养尸地。师傅，这里好冷啊！徒儿莫怕，有为师在，管他什么妖魔鬼怪，统统让他灰飞烟灭，统统让他灰飞烟灭。警告，侦测到高阶术士。天极宗长老，小皇帝为了对付萧清寒，连这种老怪物都请到皇宫里来了。好一处千古绝佳的极阴养尸地，这地下的龙脉之气竟然全都被聚拢到了这个命室。师傅，池子裂了。阴之气竟然浓郁到能承包老夫的寻龙骨齿。萧清寒那个贱人，到底在这下面养了个什么怪物，能让皇宫龙脉倒灌？这棺材里的东西，若是放出去，大一国的江山怕是都要易主。小皇帝让老夫来查探，还真是找对地方了。老夫系凤凰，心跳压住，你想死，别拉着我一起。我现在刚刚凝聚内丹，处于绿芒谷孤期。这老头若是强行开棺，只能硬拼。老夫今天就掀了这棺材，看看太后娘娘的好手段。藏头露尾的鼠辈，滚出来！司徒鹤，这欺师灭祖的老贼，竟然敢擅闯太后禁闭！老夫当是谁？原来是你这个废物师弟。当年在天极宗，你不过是个打杂的外门弟子，没想到天极宗覆灭后，你割了那玩意儿，进宫当了一条摇尾挺连的念狗。进宫当了一条摇尾挺连的念狗，你闭嘴！当年若不是你投靠皇室，出卖宗门，师傅怎么会死？小皇帝给老夫国师待遇，总比窝在深山老林强。魏九，你这条阉狗不好在太后身边趴着，跑来地下喂口棺材。看来这棺材里的东西就是萧清寒最后的底牌了。有我在，你休想碰棺材一架！雕虫小技，你在天极宗学的那点皮毛也敢拿出来献丑？死幽蛊火，出去！幽蛊火，你竟然把宗门的禁术练成了！老夫天赋异禀，岂是你这种废物能理解的？魏九说的太快了，这紫火的气息很诡异，
连我在棺材里都能感觉到那种刺骨的硬感。宿主躯体硬度尚未达到免疫极阴之火的标准，若直接接触将造成不可逆损伤。连绿江的鳞甲都扛不住这火，这老头果然是个大麻烦。这老头果然是个大麻烦。再哭，我现在就膝盖。现在出去就是活靶子。既然这紫火是极阴之物，那它就等同于高强度的能量。这老头最好别把火烧到我头上，否则……你休想靠近半步！师弟呀，师弟，你这条老命，老夫今天就先留着。老夫要让你亲眼看着，你和萧清风耗尽心血养出来的东西。 是怎么在老夫的紫幽蛊火下化为一滩脓水的？给老夫烧！火已经烧进来了。警告：蛊火已穿透外层防御，宿主面临生死抉择：一、破关而出；二、静观其变。冲出去硬抗这火就是找死。既然系统敢给这个选项，就说明吞灵土哪能吃下这玩意儿。系统，我选二。 给老子吸！这种感觉就像是吞了一大块万年寒冰，连五脏六腑都要被冻裂了。最多10息时间。 这棺材连同里面的东西就会连灰都不剩，怎么回事？老夫的蛊火怎么凭空消失了？不可能！紫幽蛊火无物不焚，怎么可能连一口木棺材都烧不穿？司徒鹤，你个蠢货！你以为你的火天下无敌？你是在给棺材里的那位大人送补药啊！闭嘴！我就不信这个邪！给我烧！ 丁，吞噬成功，宿主吸收高阶异火，内丹升级，异火提炼变异为全新异火，幽冥结炎。幽冥结炎，老东西，你送给我的这份大礼，我一会儿就全还给你。邪门，太邪门了！ 老夫的紫幽蛊火，就算是玄阶巅峰的修士碰了也得死。这棺材里到底是什么怪物，竟然能生吞老夫的蛊火？司徒鹤，怕了吧？现在跪下来磕头，等那位大人出来了，或许还能留你个全尸。老夫今天就算是把这地宫拆了，也要把里面的东西剁碎，把箱子打开。既然蛊火烧不死你，老夫就让我的铁疙瘩把你撕成碎片，六臂同时，给老夫出来！ 你竟然用活人炼制了这种禁忌妖物！去，把那口棺材我砸烂，把里面的东西给我拖出来！司徒鹤，你疯了！这六臂同时毫无理智，一旦狂化，整个地宫的承重柱都会被他砸塌。塌了又如何？老夫为了炼制这具铜尸，屠了南疆3个村子的凡人，用他们的怨气浇筑青铜浆液灌入尸体。这天下玄阶之内，没有人能挡住他一拳！给我砸！给我砸！把棺材砸成木屑！这铜尸的物理力量极大，如果是普通金丝楠木，一拳就会散架。宿主面临抉择：一、破关迎敌；二、静观其变。20年倒好30吧。我现在刚好需要时间彻底中和紫幽蛊火，老子选2。丁，恭喜宿主获得神通玄阴逆极阵。完了。成了，司徒鹤，你的铜尸废了。这怎么可能？火蓝阵法，
这区区一口木棺材上，怎么会刻有这么高阶的护体阵法？萧清寒到底找了什么高人布阵？司徒鹤，你连棺材都碰不到，你的宝贝铜尸不过是一堆破铜烂铁。你懂个屁！老夫的铜尸根本没有痛觉。咱俩都快死了，你竟然还笑得出来？我笑是因为外面那个老东西太蠢了，你再敢发抖，我就先拧断你的脖子。给老夫出来！拔出来，砸碎他！这蠢货想把地宫弄塌。这里是龙脉原野，是我修炼的风水宝地。要是被这死物砸塌了，我上哪儿去找这么好的地方？看来不能再躺下去了。砸！连这龙脉一起给老夫砸穿！老夫得不到的东西，谁也别想留着！完了，地宫要塌了！怎么停下了？给我动啊！死有蛊火，不，那比蛊火更强。棺材里的东西竟然把老夫的火给融合了，这绝对不是什么绿芒。这等手段，连天极宗的宗主都做不到。走，走，马上离开这鬼地方！跑得倒快，血遁符都用出来了。跑了，算你命大。这是童师体内的煞气本源，虽然不如皇族精血，但也是大补之物。好痛，胸口好像被烧穿了。目标生物已被转化为结岩鼎炉。鼎炉，这倒是少不了的事，等于给他带了个摘不掉的小官。老奴未久，叩见大人。老奴无能，让天极宗的贼子惊扰了大人清修，罪该万死。司徒鹤逃走，必然会向小皇帝禀报，地宫阵法已破，老奴重伤，恐怕挡不住下一波高手。老奴必须立刻去见太后娘娘，早做防备。大人安心吸纳阴气，老奴就算拼了这条命，也不会让人再靠近石棺半步。小皇帝的人来得正好，小皇帝的人来得正好。我这具行尸之躯正缺几个高阶的修行人来练练手。萧清寒，你可别在这个时候撑不住啊！太后娘娘，天极宗的司徒鹤闯进了地宫，他带了一具6臂铜尸，毁了地宫的盘龙承重柱。司徒鹤，小皇帝竟然把这个阵法疯子找来了。叶天呢？棺材有没有被毁？回太后，棺材不仅没事，反而放出一道紫黑色的火焰，直接把6臂铜尸融化成了铜汁。司徒鹤受到反噬，用血遁符逃了，融化了青铜，他果然又变强了。但是大人身上的能量波动极其狂暴，老奴担心大人刚蜕变不久，强行吞噬这么庞大的阴火，身体会承受不住。备驾，哀家要亲自去地宫。太后不可，司徒鹤逃走，必然会引来小皇帝更多的高手。地宫现在极度危险，大人的状态也不稳定，万一伤了您，哀家耗费国运养他，如果他反噬，哀家认命。你在这里治伤，谁也不准跟来。警告！宿主急需摄入大量高纯度极阴之血，进行中和冷却。吃的太撑了，吃的太撑了。那老东西的紫火和童师本源在打架，身体快压不住了。这丫头已经被我洗了2次，如果我再洗1次，她绝对会变成一具干尸。不能杀鸡取卵，必须找别的血源。叶天。魏九说你吞了司徒鹤的火，你是不是很难受？今天朝堂上那些老家伙公然逼着哀家退位，哀家手里的筹码越来越少，哀家把所有的身家、所有的退路都压在了你身上。你要是觉得痛，就给哀家一点回应，哪怕是咬我一口也好。警告：临界值倒计时30息。是这样，萧清寒是个人，虽然不是皇族血脉，但他常年身居高位，加上常年处在深宫，体内的基因之血分布足够冷却我的内丹。叶天，你没事了？血，你会说话？不需要洗，立刻。只要你要，哀家什么都给你。只要你要，哀家什么都给你。叶天，哀家这辈子值了。你敢稳定我，这女人的血
比我想象的还要清楚。融合成功，随时可突破毛胶阶层。师傅，这大雁皇宫里的暗影卫也不过如此，连师傅您的一道剑气都挡不住。司徒鹤那个废物，真是丢尽了修行者的脸。司徒鹤不过是个旁门左道，小皇帝许诺了太乙剑宗3条小型灵脉，老夫今天就替他把这地宫里的邪物斩了。阉狗，还不滚开！太乙剑宗的莫道玄，太后娘娘有令，擅闯地宫者死。区区一个废人，也敢拦老夫的路？清风，杀了他！地主遵命。好浓郁的阴煞之气，这具尸体如果拔下皮甲炼制剑镣，抽出脊骨炼制飞剑，绝对是极品法器。师傅，您看，那不是太后，她怎么晕倒在这里？剑夫把持朝政多年，今天死在僵尸手里也是报应。等老夫斩了这僵尸，就拿他头去向小皇帝领赏。妖孽吸了这么多血，也该上路了。太乙剑宗想拿我的脊骨变剑。宿主抉择开启：一、破关斩杀；二、近代反噬。刚吃饱懒动，正好看看反弹阵法。面对玄阶巅峰的剑修能发挥多大规模？我选2。丁，恭喜宿主获得神通寒冰施杖。九曜临世，破邪斩！大人当心！阵法反弹，不好！这不可能！我的九曜破邪斩已经是玄界最强一击，这阵法不仅能完全防住，还能双倍反弹。不过如此，霸道的邪阵，越顶的阵法消耗越大。老夫就不信这阵法能挡住第2剑。太乙剑术，星辰云。这老东西还不死心，想从上面劈。既然你想玩，就让你尝尝心得的神痛。老夫这太乙禁术乃是燃烧10年寿元发动的必杀一击，就算你的反缠阵法再强，这股力量也足以连同阵法和棺材一起斩成粉末。给老夫碎！玄阶巅峰的剑修确实有点远，只可惜你碰上的是绿常巅峰的极寒尸毒。哈哈哈！阵法没了，妖孽受死！妖孽受死！这不可能！老夫的真气怎么会被冻住？这绝不是阵法！尸毒，这是纯粹的尸气结晶，你根本不是普通的僵尸。现在才发现，完了，老夫修行60年，绝不能死在这里。妖物，你给老夫等着！太乙剑宗绝不会善罢甘休。玄阶巅峰，太乙剑宗的太上长老。连大人的面都没见到，就断了一条胳膊逃了。魏九，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回太后，这里发生什么事了？回太后，太乙剑宗太上长老闯入，被大人放出的一道白气冻碎了法器，他为了保命自断一臂。断了一臂，叶田，你现在的实力到底达到了什么地步？宿主可开启终极蜕变，晋升为幽冥狮王，抽干龙脉本源。终于等到了这一刻，只要突破狮王，我就能光明正大的走在阳光下，不用再躲在这阴暗的地底下了。抽干这皇宫底下的龙脉本源，正合我意。怎么回事？地动了！太后娘娘，叶大人在强行吸收整条龙脉的根基，让他吸，只要他能破关，大眼的龙脉给他又何妨？阴气道观，龙脉哀鸣，是大凶出世的征兆。天机不可违，皇宫地下藏着一个颠覆天下的怪物。钦天监所有人立刻撤出皇宫，绝不要靠近慈宁宫半步。没有僵尸的僵硬感，这具身体的触觉、视觉，甚至心跳的模拟，都和活人一模一样。恭喜宿主蜕变为幽冥狮王，获得完美的竟然一点尸气都没有，
就如此完美伪装，这天下大可取。皇帝深夜带着这么多兵役闯入哀家的慈宁宫，是想造反吗？母后息怒，朕听闻慈宁宫地宫传出异响，更有天极宗和太乙剑宗的贼子潜入，朕是担心母后的安危，特意带兵来护驾。哀家这里很安全，不需要你护驾，带着你的人滚出去。母后，朕的皇姐失踪了2天，有人亲眼看到她进这座地宫，这里面分明发生了大事，母后却拦着朕不让搜查。难道这地宫里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或者说，皇姐已经被母后害了？长公主不在哀家这里，地宫是哀家亲修之地，谁敢插入半步，按谋逆罪论处。谋逆？这天下是李家的天下，朕是天子，这大隐皇宫哪里是朕去不得的？绝影，带人进去，把那口棺材给朕撬开，朕倒要看看母后在这地下到底养了个什么邪物！谁敢放肆！叶天刚刚完成蜕变，现在开棺，如果他僵尸的身份暴露，小皇帝必然会借题发话，召集全天下的正道宗门来围剿。我不能让他开棺，让他们开，我也重塑肉身。你告诉小皇帝，我是你秘密招来的宰修可卿，其他的交给你。重塑肉身，他可以直接在脑海里跟我说话。既然皇帝执意要看，那便看吧。不过哀家丑话说在前面，棺材里是哀家招揽的一位大能散修，正在闭生死关。若是你们惊扰了前辈，惹怒了他，后果自负。故弄玄虚，绝影，开棺！开！什么人？就是你抄写了本作，这人的气场怎么比太乙剑宗的太上长老还要恐怖？母后从他那里找来这种怪物的？他真的变得和活人一模一样了。装神弄鬼。母后，你以为随便找个长得像人的东西放在棺材里就能吓退朕？这地宫阴气极重，活人根本待不住。他身上连一点活人的气息都没有。绝影，把装神弄鬼的贼给朕拿下，死活不论。遵旨，受死！玄阶后期，动作太慢了。徒手接白刀，这怎么可能？滚下去！绝影，陛下快走，此人实力深不可测，绝不是臣能逮捕的。你就是现在的大隐皇帝。朕乃天子，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在皇宫禁密，伤朕的隐卫统领？天子，在我眼里，你不过是个随时能捏死的蝼蚁。好恐怖不一样，这种感觉比面对太乙剑宗的宗主还要可怕。真的是个隐世大能。皇帝，哀家刚才提醒过你，这位前辈是哀家供奉的客卿，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真以为前辈不敢杀你？母后既然有此等高人坐镇，为何不早说？是朕唐突了，一群废物，还不服统领起来！我们走。他们怎么了？你怎么不穿衣服？我之前的衣服在刚才吸收龙脉的时候被烧成灰了，这女人害羞了。她把我做成僵尸的时候，什么没见过？发生什么事了？流氓！你这个死变态！又不是第一次看，还这么大反应。魏九，去拿一套干净的长袍过来，快！可以转过来吗？褪去了僵尸的死气，他现在的模样比生前还要巨大，那股霸道的气质完全压住了小皇帝。从今天起，我不再躺在棺材里，我是你的客驴。哀家明白，大人的身份，哀家会安排妥当。把他带上，他现在是我的专属要员，没有我的允许，他哪儿也不能去。母后，救我！我不要跟这个变态！闭嘴！你的命是大人留下的，再敢多说一句，哀家现在就让人拔了你的舌头。带路回地面，终于离开那个阴冷的棺材，果然还是活人的世界。大人，这寝殿周围，哀家已经换上了最信任的死尸。小皇帝今晚吃了亏，短时间内不敢明目张胆地派人来。我不喝茶，这具身体刚刚完成蜕变，对高浓度能量的渴望还没有完全平息。建议宿主补充鲜血，稳固境界。我饿了。你们全都退下，没有哀家的命令，任何人不准靠近寝殿半步。这女人倒是活得出来，大人，但她刚才在地宫已经放过了自己，如果我现在洗她，她会死。
把衣服穿好，你留着还有用，现在不能死。是，大人。过来。我不要，我已经很虚弱了，再洗我会死的。警告，侦测到敌意目标靠近，位置房顶正上方。送外卖的来了。大人当心，有刺客！小皇帝派你来的，动作太慢。吸收玄阶修士心血，宿主境界稳固。大人，需要哀家派人处理尸体吗？找人把这里弄干净。这刺客的血味道差了点，但勉强能填饱肚子。小皇帝既然敢派人来，我就得给他准备点回礼。你命真碎，你可是朕手里最强的刺客，连萧清寒的面都没见到就死了。陛下息怒，太后既然敢明目张胆地把那个散修带进慈宁宫，说明此人修为极高，绝命失手在老道的意料之中。国师，你有什么办法？那个叫叶天的散修不死，朕就永远拿不回兵权。活人刺杀容易暴露气机，也容易被反杀。老道这血煞之人是用死人的人皮扎着，内部封印着厉鬼的怨魂。他们没有活人的心跳，也没有温度，刀枪不入。老道今晚去探探那个叶天的底细，若是能趁机扭断他的脖子，那是最好。好，有劳国师出手。大人，夜深了，您刚重塑肉身，需要歇息吗？你睡地上。哀家遵命。侦测到强烈阴煞之气靠近，没有生命体征，今天晚上还真是热。什么东西？几张破纸也敢来我面前卖？手感不对，打在上面就像打在棉花上，力量被卸掉了一大半。大人，这东西砍不坏，哀家的剑砍进去，就像砍进泥潭里一样。没有血肉，也没有灵魂，就是单纯的能量聚合体，难怪物理攻击无效。既然物理攻击没用，那就烧了你们！烧！摧毁血煞纸人，获得少量阴气值。国师，你怎么了？好恐怖的火！老道附在纸人上的厉鬼怨魂被对方用一种黑色的火焰直接烧得魂飞魄散，老道遭到反噬，伤了本源。陛下，那个叶天绝不是散修，他手里掌握着极其霸道的异火。小皇帝，再敢派这种垃圾来试探，下一次烧掉就是你的脑袋。纸人虽然被毁，但老道还有后手。陛下，老道这2年在皇宫地底秘密埋下了上百具用死桥炼制的缝合血尸，这些血尸没有痛觉，力大无穷。今晚老道就让他们踏平慈宁宫。只要能杀了那个散修，把萧清寒给朕抓过来，朕重重有赏。你把你内讧都内把你终是对着射死梨花杨素用马内讧。警告，侦测到大量低阶阴煞之物靠近，宿主面临抉择：一、闭门不出；二、大开杀阔。100多具低阶尸体，正愁这重塑的肉身没有练什么靶子，这奖励不要白不要。大人，外面有大批怪物攻进来了。外面有大批怪物攻进来了，魏九带人在挡着。您刚蜕变，身体还需稳固，请留在房内，哀家出去看。不需要。有怪物，保护太后！奉旨挡住他们！
太后，快走！一言未发，仅凭气息就让上百头怪物跪地臣服，这就是幽冥狮王的威压吗？低阶僵尸遇到高阶狮王，这是血脉上的绝对压制。一群垃圾也敢来我的地盘放肆！宿主吸收低阶尸煞之气，力量微幅提升。杀这些东西，竟然能直接吸收力量，那就一个都不留。这不可能！老道的血尸没有痛觉，就算是被大内高手围剿，也能撑上几个时辰。现在才过去不到1炷香的时间，怎么会死了一大半？国师，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陛下，对方阵营里绝对有地阶高手，老道必须动用底牌了。血气融合，给我聚！大人当心，这些怪物在融合。玄阶巅峰缝合巨尸，特性剧毒、蛮力、超强自愈。拼积木，弄得再大，本质也是垃圾。自愈，我看你能愈合几次。去死！宿主吸收血煞结晶，躯体强度提升。大人神威。侦测到地阶大妖气息，任务触发：一、潜渊斩妖；二、视而不厌。地阶初期的大妖，这皇宫的水底竟然还藏着这种东西，难怪刚才那些血尸冲出来的时候带着一股水腥味。占了它，我的内丹绝对能更进一步。我选一。那声吼叫的地方是哪里？是太液池，那是皇家历代祭祀水神的地方。平时严禁任何人靠近。大人，那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人力能抗衡的怪物。收好这里，我去。这湖水里的阴怨之气，比地宫还要浓郁10倍。大燕皇朝的历代皇帝，到底往这池子里扔了多少死人？用活人祭祀，凝聚怨气来养妖，小皇帝和那个邪修的手笔真不行。千古怨蛟，实力地阶初期。在水里打，他的速度比我快，必须限制他的行动。寒冰尸煞，去！给我碎！击杀千古怨蛟，获得神通玄冥水遁。老道的怨蛟，我的本源啊！国师，连国师的底牌都被杀了，太后宫里的那个怪物
到底是什么修为？朕的大业难道要毁在那个散儒手里吗？太后娘娘，太液池那边的动静停了，大人去了快半个时辰，老奴担心。叶天不会有事，他连这地下的龙脉都能抽干，区区一个水里的怪物，伤不了你。太家池的吃人怪物，历代皇帝劈死妃子都往那里扔，那怪物早就成精了，他肯定回不来了。闭嘴！你若是盼着他死，哀家现在就割了你的喉咙。大人，您回来了。害我吃水里的东西清理干净了，那是无数死人骨骗出来的怪物。这是地阶大妖雕丹，大人竟然在水下徒手杀了地阶妖物。水下阻力大，多费了点力气。不过这妖丹里的阴怨之气极其浓郁，刚好可以用来淬炼我刚刚重塑的肉身。妖丹蕴含千年极寒怨气。妖丹蕴含千年极寒怨气，建议使用绝缘底炉进行能量中和。我要闭关吸收这颗妖丹，任何人不准靠近此地。哀家立刻派人封锁院子。好霸道的极寒怨气，这股灵力直接冻住了我体内的湿气循环。重塑肉身之后，我的身体对温度的感知和活人一样，这痛苦翻了10倍。必须把多余的寒气导出去。过了。你要干什么？身上全是冰，别碰我啊！好冷，放开我！鼎炉的作用就是承受宿主多余的能量。这极寒之气虽然痛苦，但经过鼎炉的过滤，会转化为精纯的灵力。妖丹能量中和完毕，鼎炉体质得到强化。这丫头因祸得福，体质变强了，以后能放更多的血，这笔买卖不亏。血隐门门主死了，太乙剑宗宗主也死了。玄阴阁若是再拿不出办法，朕的江山明天就要改姓萧。陛下，血隐门和太乙剑宗都是一群废物，对付慈宁宫里那个不畏剧毒、肉身极硬的怪物，得用专门克制魂魄的法宝。老朽这枚噬魂灵一响，哪怕是地阶修士，魂魄也会瞬间被撕裂。那怪物就算肉身再硬，变成一具没有魂魄的空壳，也不过是任人宰割的靶子。有鬼长老这句话，朕就放心了。事成之后，国师之位非你莫属。走，去太液池。那怪物刚刚在水底杀了镇池的古龙，阴气最重，我们去那里布阵。好重的煞气，水里的东西死得很惨。如烟，把你的寻灵雕放下去看看。是师父。师父，是寻灵雕的脑袋，他的身体被扯碎了。水底下成千上万的枯骨，那怪物不仅杀了古龙，还睡了水底的枯骨大军。他不是散修，他是已经生出灵智的尸王。大人，您的身体比以前更冷了，但也比金刚还要硬。大人，您刚突破，不如今晚让哀家留下。太后娘娘，老奴有紧急军情禀报。太后娘娘，老奴有紧急军情禀报。进来说。太后娘娘，小皇帝带着玄阴阁的鬼影子，在太液池边布下了嗜血大阵。水底的阴气太重，他躲在下面不出来。老朽这把黑铁剑上涂了9毒尸水，只要刺入水底，就能污染整片湖水的阴气。他待不住，自然会出来。我的法宝！师父，谁干的？师父，他在假山后面。师父，他在假山后面。妖物，滚出来！
天音阁的人速度太慢，这女人的血液味道很奇怪，没有一点杂质，甚至带着一股药香。目标柳如烟，先天灵体，瑜伽的双修顶称。先天灵体，这可是比小公主那个半料子强得多的极品顶皇，杀了可惜。你对我做了什么？我在你体内种了一点尸火，从现在起，只要我一个念头，你的五脏六腑就会烧成灰。如烟，你没事吧？别出声，否则我立刻断你脖子。师妹，你没事吧？刚才那怪物呢？我没事，我刚才脚滑摔了一跤，没看到什么怪物。没怪物，可八卦镜明明照到了。算了，师傅叫我们回去，准备用五行爆裂符炸糊。那怪物毁了我的黑铁剑，绝对就在附近。小雷、如烟，退后！五行爆裂，破！师傅，他出来了，他竟然能踩在水面上。终于舍得现身了。终于舍得现身了。阁下既然已经修成了尸王，生出活人的皮囊，为何还要赖在这皇宫里？只要你交出体内的尸王内丹，老朽保证在小皇帝面前替你求情，留你一丝残魂，转世投胎。想要我的内丹，自己过来拿。敬酒不吃吃罚酒。好痛！师傅的善魂音，连我们都受不了。那怪物死定了！遭受灵魂攻击，防御机制启动，正在转化为阴气。这就是你说的对付魂魄的法宝，声音太小了。不可能！老朽的噬魂铃，就算是大罗神仙听了也会头疼欲裂。你一个僵尸，怎么可能连一点反应都没有？你一个僵尸，怎么可能连一点反应都没有？该我了。去！快结阵防守！我的手！师傅，你。师傅竟然拿我当挡箭牌，我要死了吗？当你背影转身后，这先天独顶的体质果然奇特，连我的尸气都能完全接纳转化。你师父把你当成替死鬼，从现在起，你的命是我的。正道宗门不过是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他虽然是魔头，却救了我的命。你是怎么发现我的？你逃跑的速度比你的胆子慢太多。阁下，老朽承认低估了你。这丫头既然你看上了，老朽就送给你当个暖床的丫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老朽立刻离开皇宫，再也不插手你和皇帝的事。老朽立刻离开皇宫，再也不插手你和皇帝的事。你的命收了。师傅，你收养我，教我毒功，原来只是为了把我当成挡箭牌和试毒的炉膛。今天我柳如烟与你恩断义绝。贱人，你是养你18年，你的命都是为师的，你非要逼死老朽，那就一起下地狱吧！元阴气血，尸骨入体。目标：鬼影子，半人半尸状态，地阶初期巅峰，
他把本命蛊虫刺进脑子里了，现在已经没有活人的意识了，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尸魁。半人半尸，把自己变成这种低级怪物换取利润，真是个蠢货。太弱了，还尸毒，我才是祖宗。少。击杀地阶半尸怪物，获得玄阴内丹。多谢大人救命之恩，如烟愿意立下血誓，从此追随大人，做牛做马，绝不背叛。做牛做马不需要，你的体质对我有用，起来跟我回去。是，大人。大人，您没受伤吧？那个玄阴阁的长老变成了灰。大人，这个女人是谁？小皇帝派来的刺客吗？灰九，把她拉下去砍了。我是大人的侍女。她是我带回来的，从今天起，她留在慈宁宫，只听我的命令。哀家明白了，哀家这就让人给她安排住处。不用，她就留在我的房间里。大人，您刚刚经历了2场大战，身体必然疲惫，不如让哀家服侍您。出去。哀家告辞。大人，需要我帮您更衣吗？去床的角落这。去床的角落这。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发出声音。是。这女人的先天毒顶体质，以后留着中和火多有大用。现在，我得先把这颗内丹吃了。废物，全都是废物！玄阴阁的长老也死了，他不是说他的阵法天下无敌吗？陛下，鬼长老被一巴掌拍成了灰烬，他的女徒弟也被劫走了。萧清寒，他到底从哪里找来这种怪物？朕不能坐以待毙。明天早朝，萧清寒一定会借机发难，剥夺朕的皇位。既然凡间的力量杀不了他，朕就请天上的神仙来。这是先皇留下的信物，凭借此物，可以请天机阁的尊者出手一次。天机阁，陛下，那可是传说中凌驾于所有宗门之上的隐士大派。天机阁的规矩，必须以皇室血脉为引。天机阁的尊者全都是天阶大佬。叶天，朕倒要看看你这次还能不能活下来。